这次又由我们最厉害的师傅完成了 F90。嗨，大家好，我是 MD 小杨老师。大家好，我是布莱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 F90吗？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做因为我听说他 A 一直已经现在出到不知道是 S 还是 Y 了。现在的话，剩 X 跟 Z 还没出。哦，剩 X 跟 D 还没出，出到 Y 了。对，剩2个还没出。然后我跟我一个朋友收购了，就是他所有的复数的装备。我希望我们的博物馆未来有一整面是 F90，所以这个要做26只的装备。这一集就请师傅先把这个本体做起来给大家看。师傅，你知道 F90为什么会出这么多装备吗？因为 F90这款机体啊，它当初是为了竞争下一代的量产机，它是桑拿里开发出来的机体。这个机体已经不是大家熟悉的两岸海洋公司做出来的机体了。它为了竞争下一代的4期的主力机体，所以它 F90其实算是一个实验机。那它为了实验说它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更换不同的装备来对应各种不同的局面，这个是它开发的时候的一个构想。那最早它 F90这个系列刚刚推出的时候，那个时候设计的是 A、D、S、N、H， 然后还有 V、P 这几个装备。那以前呢，大家应该看过有一盒，它的里面有附了3种装备，这是我小时候买的。那时候看到一盒里面这么多装备，超丰富的，看着就超心动。而且它打开那个脸是不是有多色程式啊？那时候真的是黑科技技术的。那个时候旧版的模型啊，就有这一盒 ADS 的组合包，然后还有 V 有一台 ，P 有一台，然后还有一台 F902L 的长距离的装备。然后另外一个影子方程式系列的时候，那个时候它是写 F903啊，但是后来是把它定位成就是 Y 型装备。比较旧的设计其实就这几款。那可能万代现在觉得这个系列想要把它再拿出来重新让大家认识一下，所以当初开发的时候并没有强调说就是26款 A 到 Z 这样子。那可能是因为感觉已经有一个 A 了，最后一个到 Y 了，就让它到 Z 吧。我猜可能是这样，所以就把它设计出了很多其他不同的装备。对，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这种强迫收集控，就是一盒没买到都不行。好，所以我想这个商业策略是成功的，至少我就觉得应该是全部都要买。而且因为它本来就是设计是可以替换的，所以它现在这些做出来，其实本体一个，然后 F90身上有非常多的硬点可以拆卸更换那些装备的位置。那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我们那一面墙完成。好，那这一集呢，就先由布莱达师傅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制作大概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其实我好像算一算，我蛮久没有做 MG 了，所以其实在组这台的时候，很多细节分件其实我蛮惊讶的。像 F 系列，它这个方程式系列比较有一个特色的就是它的喷射孔都会有很多颜色，黄色边里面再藏一个颜色这样子。那这个 MG 的设计它其实都有分件，其实这款在制作上基本制作算是蛮轻松的，设计也蛮好的。这么好我那个萨克都是一颗，而且还是接着那个 pin。对啊，毕竟就是钢弹。那虽然它的基础分件都分得蛮好的，但是毕竟塑胶模型基本上一定会遇到的一些东西，一些处理，比如说这个注料口、放膜线，也都还是会有，这都是照基本的流程打磨。或者是用三角刮刀把这些部分做刮除。那它的零件的表面，它在一些比较大的平面上会有一些收缩，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用黑胶填补，再把它打磨平整之后，让它整个造型看起来会比较的硬挺、比较锐利这样子。那各位在用那个迷你三角刮刀的时候，或者是大的三角刮刀，我们经常会去找那个刃有没有对到这个平面。但是其实这样子找，我觉得是比较不方便。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三角刮刀最上面那个平面的反光，你就可以看到最亮的那个面是一个大平面，它代表它的刀刃就一定会对在下面。那你这时候对位会很轻松，然后再开始轻轻的刮除，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处理得很工整、很顺利，你就不用再找那个刃到底在哪里，然后眼睛盯得很痛苦这样。这是一个可以快速找到刀刃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我有在一些各部位细节的地方有做一些加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了哪些处理。那首先是肩膀这一块啊，它的这个表面在原本的设计上变得比较简单一些。那这里的话有新增一些刻线，蓝色肩膀上蓝色的这一块，还有肩胛的上方做了一些刻线，然后再做一些分色。那因为这一块硬点拔起来，上面可能会接其他的装备。
所以这个细节的造型主要是以刻线跟挖凹槽为主，比较没有做一些凸起来的造型，免得之后装别的东西上去可能会卡到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它胸部这边的这个散热口啊，本来的话是塑胶，它有做出一个造型，那但是这边的话，我们先把它原本塑胶的网格磨掉，然后上面就换上钢混的10颗片网格的零件，裁出差不多正确的大小之后，那下面的底涂上银色网格，再涂上一个不一样的颜色，再贴上来之后，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立体感。那因为这个10颗片呢，因为它非常轻，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在几个周围的那个端点的地方点一点蜻蜓胶，再把它放上来，它就可以固定住，然后也不用担心溢胶的问题。师傅，你这个10颗片是怎么裁切的？因为它的这个材质啊，它上面写一个白铜，那其实蛮软的，直接用笔刀切就可以切开来。那如果是钢的话，就很难切。然后腰部这边呢，因为它前面这一块这里比较空，比较没有什么造型，所以这里我们也增加一个刻线。那前裙甲这边，它的原本裙甲这边的这一块的硬点，它的线只有到这里，旁边这个面是空的。然后我个人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奇怪，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也把它加了一个刻线，顺势再延伸到下面这边这一块，让它的侧边看起来比较丰富一些。那侧裙甲的上面这个硬点的盖子也是一样，本来是只有一个平面，显得比较单调，这边也给它多加了一块胶板在上面分个颜色，看起来比较丰富一些。小腿的话，它的这个内面这个地方本来也是都是一整个平面，我们这边也让它加了一些线条，看起来会比较层次一些。这个地方也是新增一些刻线，就像我们先前提到的，这 F 系列它身上会有很多这种三角形的形状，然后会有在需要分色。大部分的零件呢，它都有刻出这个造型，套件里面也有附贴纸，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用涂装或者是贴纸的来做呈现。那但是它的脚踝的这一块，这个红色的三角形，它的零件是没有刻线的，它只有附贴纸。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是选择再刻出一个三角形，然后用分色，因为其他地方我都会用上色的，所以这个地方也让它一样用上色的，看起来会比较有整体感。那我猜你是把那个三角形的贴纸贴上去？不是啊，不是哦。那你是怎么刻出这个三角形？就用量的画出一个三角形，再用刻线胶带贴着刻。果然是适合，像我就会偷工，直接用那三角形贴上去，大概压一下就好。这个太小了哦，那样子贴很容易滑掉，反而可能比较容易可能歪掉，我觉得。那它的造型啊，在有一些地方，它的分模线会影响到一些细节的造型，像是它原本的这个圆形的这个部分上面就卡一个分模线，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直接把它切掉，然后换成10颗片。那如果说有一些是平面的造型，上面这个小点点的话，也是把它切掉，打磨会比较方便。凸起来的这个部分再用胶板把它重新做回去就可以了。脚踝后面这一块的话，它原本是2个凸起来的点点，然后也是为了打磨分模线很不方便，是把它直接切掉，然后另外换成一个有造型的10颗片这样子。我觉得这一次我一看到这个作品，就发现，这个白色的涂装非常的特别，因为有一些旧化的痕迹非常的细腻。怎么样可以做得这么细？可不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主要是因为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F90，我们最早以前出模型的时候，它是发生在一个UC 120年的 OM 战争、火星独立战争的时候，但是它现在做这个 A 到 Z 计划的时候，出了这么多的装备，后来又有一本新的漫画 F90 FF， 也画了非常多测试装备的过程，所以其实 F90它从111年开发出来到120年投入战争的这中间，它其实持续使用了非常长一段时间。那所以我就想说，它不会太新，但是它一直有持续在使用，一直有在准备维修。它应该会是一个有使用过的一些痕迹的状态。所以我的旧画上就做了，不是非常的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斑驳的痕迹这样做。对。而且这个斑驳虽然都是白色系的，但是很有层次。那在制作的过程上啊，这个白色我是先打了深灰色的底色，然后白色首先是喷了米白色，不是直接用白色，用一个稍微带一点颜色、比较深一点点的白色做高光。然后呢，喷完这个高光之后，用2000号的纱布把边缘的部分稍微磨掉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会用画的，或者是用海绵点掉漆。那我们其实可以用研磨的方式，让底色显露出来。
这个研磨也不一定只研磨边缘的部分，表面有其中的白色，你也可以把它磨得深浅不一，那它底色有一些部分会隐隐约约的露出来，那这个质感跟用喷的会有一点不一样。那研磨完之后呢，我们再用浅灰色做一次的自洗。自洗的时候，因为没有让它做得非常的旧，而且 F90大部分在宇宙也不会有很明显的水痕之类的，这颜色基本上就把它全部擦掉。虽然不会擦出什么痕迹，但是还是可以让它整个颜色的各个部分的深浅有一些变化。那自洗完之后呢，我们再用摩多的水性的正白再做最后一次，因为我们先前第一个颜色用的就是米白嘛，然后又做了自洗，它其实颜色会变得比较深一点。那这时候我们最后再喷上主色的正白色。那至于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用水性漆而不是用硝基漆呢？主要就是因为水性漆我们把它调得稀一点，那薄喷上去之后，一个是因为我已经贴了水贴了，这个白色的水性漆如果喷到水贴上面，其实我们用棉花棒大力擦一下，可以把贴纸上面看到白色的部分直接擦掉，它露出它原本比较鲜艳的红色。然后在水性漆干掉之后，那我们可以用棉花棒，硬的软的都可以，它擦出来的效果会有点不同。沾一些的溶剂，不要沾太多，然后点一点，让它的漆膜稍微软化一些之后，再轻轻的去把它推掉，这样子被你推掉的水性漆部分下面会露出我们有自洗过的米白色，它的色泽的质感就会跟最后面外面上的那层正白色不太一样。这样子擦完之后呢，那最后我们再用细的面橡笔沾一些灰色的，因为不要做得太旧，所以我也是选择沾中灰色的水性漆的亚克力颜料，在周围我们之前打磨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小心磨过头的地方，可以把它做一些强化，因为打磨完的边缘很可能都是一整条线性的，那也可以用画笔在针对点的部分做一些补强，让它看起来不同的层次，这样子我们露出来的调漆就因为是不同手法呈现的，它出现的质感就会不太一样。那这个水性在喷的时候好喷吗？就好喷啊，因为它的遮盖力其实蛮强的，所以其实薄薄的几层上去，它的整个色泽其实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它喷的时候是加稀释液还是加水？我是习惯加稀释液，因为稀释液的话，它的表面张力不会那么强，不像调水的时候不小心喷过头，比较容易就是扩散开来这样子。最后还要再喷保护漆对，最后再喷消光。对，消光漆是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最后一道。硝基，对，硝基啊。然后硝基盖上水性，薄薄的盖上去是没有影响，没事的啊。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不行吧？那蓝色有什么特别吗？蓝色的话，这边我一样是用摩多的泰坦蓝打底色，然后用它的钴蓝做高光。它的这一组这个颜色啊，我觉得搭配起来，在处理大部分的钢弹的这个蓝色，其实都蛮合适的。硝基啊，对，硝基，这部分是用硝基。好，我要买。然后在全部都喷完之后，这边我是最后表面再用了油画颜料，点了一些黄色或者是白色、浅蓝色的部分，再去把它刷开来，让它的蓝色变得会比较有层次，不一样的层次。然后最后会再用浅蓝色跟浅灰色在边缘边角的地方再做一些调漆。那因为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不想做太重太明显的旧画，所以像这个蓝色的边缘这边就有用浅蓝色，然后再用最细的雕毛笔，就可以画出这种很细的这个伤痕这样子。所以为什么雕毛笔有出0号，然后20、30、50、10，10就是给你处理那种最小的地方才有一点点的。虽然每一个大小它的笔锋其实都很细啊，对，控制的好，其实也都可以画出很细的线。但是10毕竟它整个笔毛就是比较短，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容易控制，要看每个人使用的手感不同。然后 F90啊，它的这个骨架的灰色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它会有一点偏蓝紫色，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灰色我是用了摩多的它的军事色，它的那个美国空军系列的颜色，然后再调了一些紫色再去做配色这样子。那喷完之后，就再用同样色系再调一些比较浅的灰色，然后一样是调透明紫来提升它的一些彩度，来做它的这个灰色的高光。可以看出它其实看起来灰灰的，但它其实不是纯灰，它是有带了一点彩度的灰色。最后边缘再用一些干刷，让它的颜色层次比较丰富一些这样子。我觉得看师傅的作品都很爽，就是一般我们如果针对外壳做这么多有层次的涂装，有时候到骨架就没耐心，就到骨架我可能就是金属色上，然后意识干刷一下。但是它这边整个骨架都有做高光阴影，然后甚至一点轻微的旧化，然后层次结构都非常的清晰跟锐利，但是它又不会抢走这个外壳的这个风采，搭配的非常的得意，我只能这么说。哇哦！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啊 ，F90它的眼睛、它的监视器是蓝色的嘛，所以这次我用的是摩多新出的水性的金属蓝，发色也是很漂亮。那它这个是笔涂还是喷涂啊？我是用喷的，怎么喷？就喷啊，用喷这样喷啊，不然。那这个部分啊，因为它零件很小，只有喷一点点部分，所以其实倒几滴进去，气压开大一点，就不用稀释，可以直接喷了。那如果我们要做其他部位要喷的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调整一下它的浓淡。而且这个金属蓝上面呢，我有再盖了一层荧光漆，让它如果说有照光的时候，它的眼睛可以反射会很亮。摩多接下来好像会出水性的荧光漆，不过在做这一台的时候我是还没有拿到，所以我上面盖的是硝基的荧光漆，所以其实简单的这样子覆盖，它的其实互相堆叠其实是都没有问题，都还 OK。那我这边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水性，你如果喷水性，一定要第一时间清洗。就是我是会泡水桶，把大部分的颜料倒掉。那么如果你没有泡水桶，你一定要用它的专用清洗液洗个3次以上。那洗完之后呢，你甚至可以继续倒着那个清洗液浸泡在这个杯子里面，然后漱洗一下，检查确定干净，把它喷掉。一定要第一时间确保里面是干净的，它才不会把你的笔咬住。那如果说你真的有残余一些颜料，无论是硝基或者是亚克力，残余到你的喷针跟喷嘴粘住了，你按扳机往后拉，结果喷针已经不会动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旋开这个喷针的旋钮，把喷针用一个钳子轻轻的、直直的往后夹出来。夹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清掉它前面粘附的这一小坨颜料，然后把喷针清干净，插回去，再泡一次溶剂做漱洗。这样子你的喷笔的寿命会非常的长，基本上就比较不会坏掉的风险。那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用完一定要马上洗，清干净。这一次这个 MG 里面附的1/100的这个驾驶员啊，他的衣服其实不太一样，有个袖子这些，就不是很确定他是谁。所以我是照了最早的驾驶员提夫的那个衣服去把它上面涂成有点夹克的这个颜色，那再用我们细的笔，它的面罩、头盔这边我都可以做一点点的这个光影的变化、高光这样子。每次看师傅的作品就是很爽，所以还想看师傅做 MG SD 风铃的，请在下面留言。马上接报。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来检查你这个嘴巴的墨线有没有入痕迹？它只有2个，本来就只有2个。哦，所以没有第3条。好，这监视器没歪吧？它是 NG 的，应该是不会歪，哦，不用担心那个变形的。OK， 好了，上次那个海牛 GK 好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太急着赶快拍完，然后回家赶比赛的东西，所以它有点瑕疵。但是我告诉各位哈，我们会针对这个头部的修复以及重新做一颗头给客人，好，请各位放心。我跟各位说，那一台不是布莱达师傅做的，而是我们另外的师傅做的，而且他做了2年，所以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分色，然后有一些小地方没注意到，大家不要过度的苛责。我连戴着老花眼也没有看清楚，而且老花眼是有距离限制的，所以大家欣赏作品的时候，先欣赏优点，当然缺点我们会改善的。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关怀。等我比赛完，我会好好处理那个头。拜拜。